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来宾，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汉先生、牛许婷委员、陈凤馨小姐。川普参加一个华盛顿的一个老牌俱乐部，叫木树草俱乐部的年度的晚宴哦，然后呢，他这个嘲讽他的正式对手，而且呢还说说呢这个我希望把这个加拿大当成第51州，格陵兰变成52州，委内瑞拉变成53州，都是他的了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哦。然后呢，下面因为很多都是政商高层啊，哦，最近跟他紧张，这个关系很紧张，大家都不笑哦，大多沉默，所以很尴尬啊，没有人给他鼓掌啊叫好，没有，就讲些什么啊？51州、52州、53州，搞多少州啊？啊，那格莱美颁奖啊，那这个年度歌曲奖由怪奇比利夺得，颁奖典礼主持人呢，这个叫崔佛诺亚哦，然后呢，这个在祝福他的时候呢，说呢，这个渴望格陵兰就像萝莉岛。哦，这个萝莉岛就是川普就是那个在监狱里自杀那个 Epstein 淫魔哦，他当时呢这个就欺负很多，就搞很多这种小女生啊等等，就被人家讲是萝莉岛事件。最早一个小说啦，就反正就讲说中年男子这个一直性侵这小女生了啊，叫做这个，所以被认为萝莉岛就是对未成年少女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所以川普就我要告你这个 loser， 说我要找律师，你准备好了，我们走着瞧哦。那而且在颁奖礼，很多人都是挂着这个反 ICE 的这个徽章哦，就说不应该，就最近不是打死了在那个明尼苏达打死2个人嘛啊。那另外呢，川普启动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啊，就4000亿台币了啊，说要提高战略矿产。像稀土等等呢，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商务部长说要夺回中国的控制权对稀土了啊。另外呢，宣布对印度的关税呢调降到18%，原来印度关税是25%，因为呢印度跟俄罗斯买油的又加25%，所以印度关税是50%哦。那谈的结果呢，川普昨天宣布说我们从50%变成18%，那印度答应不向俄罗斯买油。而且印度的全部开放市场全部是0，而且印度向美国投资5000亿美金，哇，这听起来我讲很大手笔哈。但是印度现在说呢，没有啊，我们只认为只有18岁的关税，18%的关税18%嘛，我们并没有说要去这个投资5000亿啊，没有这样讲啊，是不是他把台湾跟印度搞混了好吧，韩国媒体就说，为什么对印度能够降到18%？对韩国现在25%，所以呢，韩国的外长今天要会美国的卢比欧国务卿，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另外呢，川普跟美国伊朗要重启核谈判6号，川普说如果谈不拢，可能会发生坏事，就谈不拢我打你了那另外呢，《纽约时报》说伊朗好像愿意呢把核计划把它关闭，接受美国的替代方案。什么美国替代方案呢？由美国或是邻近的这个国家提供伊朗的民生这个用电，用核发电来提供民生。那这样的话呢，他不就是意思说不去搞5G 了不去搞浓缩铀了？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启动名为“金库计划”的战略关键矿产储备计划，保护制造业不受供应链冲击，减少对中国稀土及关键矿产的依赖。金库计划资金有大约120亿美元，包括16亿7千万美元的民间资本，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0亿美元贷款，为汽车制造商、科技公司和其他制造商采购储存矿产。去年美中开启关税战，中国收紧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曾经让美国制造商不得不减少产品的产量。这也凸显北京在对美国谈判
战中的优势。川普政府采取行动对抗中国在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罕见的投资国内矿产公司。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印度商品课征的关税将从原本最高的50%调降到18%，而且即刻生效。India is coming in and they're going to be buying Venezuelan oil as opposed to buying it from Iran. So we've already made that deal. 印度承诺将停买来自俄罗斯、伊朗的石油。川普也跟印度总理莫迪通话，并称这是一个良好交流。他形容莫迪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Today, we face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rade and multilateralism are impaired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supply chains are disrupted. 尽管印度经济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不过根据法新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的 GDP 规模有望在今年正式超车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郝审，我觉得现在很明显的，川普已经来到强弩之末，这个外强中干到极点，但是他也狂妄到极点。他对一个明显对他不友善的社交团体，他也去了，而且他去了还不管底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就大放厥词，讲得非常狂妄。51州、52州，我就很好奇。他干嘛不讲台湾也变成53州？他不要啊。他讲台湾不，台湾给他53州，他一定马上接。他不敢，他晓得他如果只要动口讲台湾，我要他变成53州，背后的那只老虎一定啊！你觉得他敢吗？绝对不敢，没路用，就是吃弱不吃强了。所以这样捡到回。最近有一个统计，现在有人统计到从去年4月开始，那个对等关税倡议以后，到去年年底，到底美国政府在收的钱有没有多少？那这个比如说中国对它的这个顺差只是减了一点点，好，那很多国家都很厉害，他要修理的盟邦这些赚他钱的，结果都反而赚得更多，因为他们手脚好厉害。天下说到赚钱没有一个人手脚是迟钝的。中国很快的就到东南亚这些税收较低的，把它做好的东西去那边重新 packaging、重新包装，再卖给美国。你看他的出招是空钱啊，赚的钱是空钱啊。所以川普所有的，你看他说从外国搬进来的产业，9家，9家除了微软、本田跟台积电，本田跟这个微软那不算什么，那孙正义算什么？那个不算真正的投资，就是台积电，就是台积电是他引以为傲的啊。其他6家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啊，所以马不下面谈和店，所以总体来讲是好听的呀。但是老百姓的感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紧跟丢力啊，一紧跟丢力，这类人是他越紧张啊，嘴巴越硬，越讲的就很没有那么一回事，反而是。道理都在我这边，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我讲的都是对的，没有一样是错的，就厉害。但是他其实是很着急的，所以这样的话，今天还有一个美国参议员非常狂妄，他就讲他大概受了我们台湾认知战的洗脑。他说国民党要去要去北京开这个论坛，所以才极力去挡这些国防预算，他就中了这个脑筋你要讲这种话，你要先 check 一下你老板讲什么。你老板讲这个到底老公要不要拿台湾呢？完全是 up to him。但是呢，最好不要让我不开心。那让他不会不开心的办法，就是要照版权收他的国防预算跟军购设备啊，就这样就没事吗？啊，那你到底要我们台湾在第一岛链表演什么角色？是一个豪猪吗？我昨天去检讨天底下全世界。到底豪猪有几只？勉强讲，以色列是豪猪，伊朗是豪猪，但这2只都不是那种小小的豪猪，都大型的豪猪啊！就是说我已经强到你不敢打我，你不识相，你打我的话，我反扑你受不了，这个才是豪猪。这样的豪猪我们台湾做不来，所以不是今天有小牛在场，我很高兴，我们制作单位有把小牛请来。要是小牛不在场，我们4个人都是白讲的，谁听啊？对不对？我们希望小牛可以反映向给国民党，国民党面临空前的危机都还自己不晓得。那个威克那个参议员的讲法，等等我们会专案来讨论。来，凤馨，川普今年会是最脆弱的一年。
这一点我倒是跟这个大佬的意见是一样的。川普今年会不断的tackle，因为他年底有国会选举，他的关税大棒会嘴巴里头说一说，但是手头上不断的收回来。其实印度就是其中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说印度做了什么吗？印度真正做的事情是去跟欧盟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跟欧盟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他去年的经济完全不受美国50%关税的影响，他的经济成长率还超过6%，表现得非常好。你知道前2期的《经济学人》还特别称赞印度，因为他不再去做这种政治上面的、外交上面的那一种冲锋陷阵的角色，然后在内部去寻求和解，在内部寻求宗教的和解，在内部寻求经济的改革。结果他现在经济表现反而要比过去要来得更加好，而且更加的扎实。所以当印度并不在乎你那50%的关税的时候，印度的经济反而变得更好。所以现在是美国回过头来，其实印度应该只松绑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委内瑞拉买油了。你要知道，委内瑞拉当川普拿了这个绑架了马杜罗，然后呢，接着呢掌控了委内瑞拉的石油，现在卖不掉，没有人要买，除了中国大陆跟印度之外，没有人吃得了这么大笔的原油。可是现在呢，中国大陆就是不买，那只有印度买，所以川普卖给了印度之后，还拼命跟中国大陆喊话说：“拜托你来买委内瑞拉的原油。”好。那印度呢？从50%降到18%，其实后面我们其实可以观察，我认为都是川普在吹牛，5000亿美元的购买。那请问一下，印度能够买什么美国的东西能够买到5000亿美元？那20年、30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然后呢，还包括了全部开放市场吗？不可能，因为在印度内部，包括农产品市场，包括了乳酪的市场，还有包括了它的一些小店家的市场，它是不会开放的。这是印度。另一个观察的指标，其实我现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呢很有趣。伊朗，我也认为川普现在最后不会采取全面性战争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也就是他采取全面性冲突的几率越来越低。原因很简单，因为伊朗的情势，上个礼拜油价大涨，他现在要控制物价，他受不了。所以他现在其中一个回头的原因，除了中东的盟友之外，也跟他内部的物价是有关系的。纽约时报所提到的这一个叫做核交换计划，其实是2010年就执行过的，它并不是现在新发明的。那个时候就说，哎呀，你伊朗需要那个民用的核燃料，那你自己必须要去做这个民用的核燃料，那你就必须要有核浓缩计划。那可是呢，我们就担心你的核浓缩到最后会变成了武器用的那浓缩铀，所以呢，你把你所有的浓缩铀全部交给俄罗斯哦，还不是交给美国，交给俄罗斯。那俄罗斯呢，再把民用的核燃料给你伊朗，这样你就没有借口要来去执行你的这个核浓缩的计划。伊朗会不会同意啊？我们可以再观察。可这个计划回到2010年，你就会知道说，我称之为川普 tackle。韩国的部分，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韩国现在它真正要威胁，还不是国会，它要威胁的是韩国如何的对待电商酷澎案，因为酷澎它有大量的泄露用户的资料，3000万份，所以韩国现在司法调查非常的严格。这一次川普所提名的联准会的主席的下一任人选，他在离开了联准会之后，他就是去酷澎当独立董事，你就知道说酷澎的美国的这个政商圈里头，它是多么的活跃。所以真正其实关键点在酷澎案，而并不在于国会通不通过协议。那他只要在司法上面，在酷澎案稍微松一点手，那我认为美国跟韩国也会退。今年川普不是关税大棒，今年川普是一个重要的 tackle 年。可是要注意，国会选完了之后，川普的那一个大棒可能会随时重拾。而且国会他可能不过半了。是哦，共和党那。他打击大陆哈，结果搞了半天，中国大陆去年的贸易顺差是超过1兆美元，是有史以来最高，1兆2000亿，而且全世界没有一个超过1兆美元的国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酷澎很有意思，他现在讲这个酷澎的创始人是韩国人啊，对，韩籍美伊啊，韩裔美籍人。印度他为什么川普突然 tackle 了？因为印度在上个礼拜跟欧盟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没错。
印度跟欧盟20年都签不出这个协定，因为你有意见，我有意见，断断续续。结果印度现在发觉美国要搞它，上个礼拜就跟欧盟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20年没有达成的，这就跟我们在这个30年前一样。美国我们要跟美国买 F-16，美国不卖啊，美国不卖啊，共和党的这个总统不卖啊，布希啊。结果法国说我卖你换枪2000，法国一说卖换枪2000，布希马上卖我们 F-16了。美国就是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国共智库的论坛在北京开幕啊，因为这是两边的智库了啊。那消息人带了40个都是智库的学者嘛啊。那国台办主任声称说，家国团圆未来可期哈，家国团圆。那另外呢，这个停了9年，所以到第4年登场。那宋涛说，两岸终将冬去春来，交流不能断哦，不能断，不能停，不能少哦，3不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也肯定哦，这平台终于重启啦啊。那消息人说呢，两岸炎黄子孙应该互助来振兴中华啊。那另外呢，这个国共论坛上面喊的是两岸都是两岸的中国人啊，不是两岸都是两岸的中国人哦，不要让外国掏空台湾哦，要自立自强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的旅游，他们其实只有1天了，讲是搞得很大。昨天我吃个晚饭，今天1天，明天就参观清华大学，就只有1天。哦，讨论3个主题哦，旅游哦，然后呢，这个什么工业哦，然后呢，还有这环保哦等等，就讨论3个主题了。当然，为什么旅游哈？希望大陆旅客能够来了哦，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才统计，我们光这个旅游1年哈，逆差7000亿台币。不少钱呢，那大陆的游客来，至少可以让你多1-2千亿的收入，也很好嘛，对不对？现在你看那个旅游业啊，很多中小企业、餐厅都蛮惨的哦，真的花莲更惨了。花莲这个真的是那个，就是我今天上午他们才告诉我，我们中广的花东的经理告诉我说，春节本来以为旅馆会满的，2成，到现在订位只有2成啊，哦，只有2成，非常惨啊。这个，哎，反正是很惨就是了。那另外呢，这个以前陆客来一定会去环岛旅游嘛，啊，那消息人说，两岸要合作赚世界的钱，不要对立啊，大家联合起来赚世界的钱嘛，啊。那陆委会发表5点，政府发表5点，说国共交流不可取代两岸官方沟通，没有取代你两岸官方沟通啊。我就陆委会一直讲说，哦，你不能去签协定，他也没有去签什么协定啊，他也没有代表政府做，他没有啊，他只是党跟党之间的一些沟通。那国民党也讲了，说希望你民进党去沟通嘛。如果你民进党执政党沟通，那国民党干嘛一定要去沟通？你执政党不沟通，你放弃的机会，你放弃这样权利，你放弃这样的一个管道，那在野党最大在野党去沟通有什么错呢？沟通总比打仗好吧？接触总比在那边对立好吧？我也不懂，民进党说不可取代两岸官方，没有取代啊，你要沟通啊，对不对？那陆委会开炮，警告各党不得与中国签签什么呢？签这个习5条这类协议，他怎么会跟国民党脑筋坏了去跟他签这个协议？打脸国共论坛哦。那所以呢，联合报是说，两岸的和平啊，百姓的愿望不是口号了，嘴巴讲一讲，那你要做啊，你执政要做啊，你自己不准别人做啊。那另外呢，所谓联合报昨天专访郑丽文了哈，说呢这个两岸要对话哦，那美台跟美的关系都要深化，不是只跟这个大陆也不是只跟美国，台美要深化，两岸要对话，其实这个意思了啊。那另外呢，说当赖政府一味挑衅大陆的时候，和平就是国民党的责任嘛。如果所有的党都挑衅，那就打仗了。那至少有人不挑衅，有人希望能够和平嘛，所以呢，昨天卢秀燕因为3月要到美国去，说美国邀访他，因为美国对你可能选总统人都很有兴趣了。那郑丽文呢，他们也可能去大陆我访问他说先入后美，所以呢，郑丽文认为说两岸和平才是选举的利多了，打仗不是选举的利多。我们看一下，国共智库论坛3号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活动由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致辞开场。我们将继续出台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推动大陆新兴产业链向台商台企扩大开放。要两岸合作赚世界的钱，不要两岸对立，让其他外国渔翁得利。国共两党高层乐观谈合作，不过就在论坛前夕，陆委会发文强调，国共智库交流不能取代两岸官方沟通机制，任何政党团体未经政府授权，不得与对岸签署涉及公权力或政治议题的协议。国共智库论坛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双方讨论观光旅游。在进入专题发言的部分，是由两岸旅行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姚大光打头阵。可以从既有的成熟航点、固定路线开始，透过团进团出、责任业者制度、名单的管理，让交流回到可预期。此外，这次论坛行程最新公布，4号上午将有会见活动。依照过往国共接触层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机会高。那小牛，这我想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嘛，这国民党现在跟民进党最大的市场差异是我们有这个决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带来这个两岸的和平嘛。好，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郑丽文主席有开始把话讲得更清楚一些，包含在出访的时候，其实世界各国都邀请他出访。好，但为什么选择了先入后美这样的一个战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外交战略考量。你如果从舆论的直接解释的话，可能会不利啊，就好像很轻松等等，就掉到了民进党的陷阱里面。但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先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的时候，我们跟这些全世界的友人要聊些什么呢？我是觉得要把这个路径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在两岸和平的地方，你先要有一个想望啊，要开一个头，要有一个好的期待嘛。那再用这样的一个期待，再去跟全世界的友人再来互动，让全世界共同让区域的局势稳定下来。这个国民党的外交的战略跟价值，它才会被彰显嘛。所以它当然有一个先入后美这样子的一个外交战略的务实考量。那你以国共这次的智库论坛，它为什么带去的人都是智库的学者专家？就是希望淡化了政治的色彩啊。大家先谈这个旅游观光，谈减碳，好，谈产业等等一些民间交流的东西。这个国民党主张两岸交流，过去可以得到社会大众的一些祝福，不就是因为交流可以带来实质的利多吗？好，所以说大家讲啊，即便上在政治上面有很多的纷扰，有很大的压力，但国民党要顶住压力去做这个事，是因为大家在帮人民、帮民生去做服务嘛。那现在的状况是因为民进党垄断媒体、垄断话语权，任何的两岸交流也好，你哪怕是你再有道理，他都先用意识形态的帽子。他用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诠释外交的战略，这其实对国家的发展来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真正国民党跟民进党区别就是我们务实，他们搞意识形态。我们希望透过务实的对话，把区域的局势稳定下来，得到全世界共同的支持，这是我们一直努力在走的路。那很多人当然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波折，但你为什么要顶住？因为你不做，谁来做呢？这是国民党的历史使命啊！这也刚刚联合报的社论讲嘛，当政府失去它的功能，我们的政府理应要维持区域的稳定嘛，不要让大家陷入兵凶战危里面。但我们的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反过头来，去有的时候是升高冲突的角色，让整个社会惴惴不安。那只好让在野党扮演该扮演的角色嘛。所以我常讲，这个角色在舆论媒体上面不见得讨好，但这个角色对国家来讲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那我想现在不管是党中央也好，大家都会坚持而且贯彻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大家用开阔的心来看待这件事情可以带来的务实的而且具体的结果。不过我是觉得了哈，就是国民党话是要讲清楚。国民党现在做很多事情啊，好像就是一副就是说，反正你们看懂看不懂就算了。这话可以讲得很清楚啊，可以讲，对不对？因为要讲不断的，而且不是讲一遍的，不断的讲，不断每天都讲啊，对不对？民进党是每天在骂你们啊，对不对？自由时报每天在骂你们了，你就要比他讲的更再加一次好不好？他讲100次，你讲101次，这为什么要去？在这个情况到底怎样？民进党做了一些什么，对不对？那如果国民党也跟民进党一样，那到底两岸会怎样？如果大家都挑衅的话，会怎样？我觉得话要讲嘛，你不讲，你自己不去把这个言论市场掌握，不能够主动攻击，就是让他讲啊，让他讲啊。包括美国那个参议员也是啊，就反击他嘛，当然要反击他嘛。全世界都在以美，为什么台湾不能以美？为什么都要听美国的？续了再回来。